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德贤紧致定档12月6日，看完肖战德贤紧致预告，我想说，这片拍出了战争片的良心。11月28日，正午阳光首部院线电影《德贤紧致》宣布定档12月6日，并同步开启预售。当日发布的为家而战版预告展现了工匠莫德贤一家与众多难民流离失所的残酷境遇。当日本侵略者的枪弹再次袭来，这一次他们退无可退，唯有直面这场生死劫，守住自己的家园。同期发布的为家而战版海报展现了莫德贤手持铁锤与日本侵略者的对峙，充满紧张肃杀的气氛。电影《德贤紧致》由蓝小龙编剧，孔生执导，侯洪亮担任总制片人，肖战、彭昱畅、周依然领衔主演，杨新明、阿如那、甘云晨、周思雨、颜之度主演，尹正特别主演。德贤紧致讲述了一群老百姓誓守家园、拼死抗日的故事。机械厂钳工莫德贤、肖战是拖家带口随逃难队伍躲进山区。与被大部队遗忘的防空炮常萧衍、彭昱畅是及手下的伞兵游泳在歌止镇落脚。然而莫德贤和妻子夏承周依然是老太爷杨新明氏以及儿子莫等贤的桃园生活未能长久。一小队日本侵略者的侦察兵意外到来，打破了镇子的宁静，全镇百姓不忍不退，拼死守护家园。一场民间智慧对抗正规武装的殊死较量轰然展开。面对悬殊的实力差距，他们能否守护这片安身立命的家园？在为家而战版预告中，烽火中的毕世之的遭到日寇的侵略，莫德贤奔走呼吁镇民胆大就上前拼，萧衍听到枪炮声惊恐回头观望，夏承在炮火中紧紧护住孩子。电影《德贤紧致》是正午阳光打造的首部院线电影，汇聚了编剧蓝小龙、导演孔生和总制片人侯洪亮的品质班底，更集结到肖战、彭昱畅、周依然、尹正、杨新明、阿如那、甘云晨、周思雨等众多实力演员。同期发布的为家而战版海报采用剪影形式呈现，战争硝烟蔓延至世外桃源般的歌止镇。肖战饰演的机械厂钳工莫德贤手持铁锤，守在镇口牌楼处，彰显出一夫当关、寸步不退的气势，令人充分感受到他搏命死守身后的家人与家园的信念。海报上醒目的片名《德贤紧致》也颇具解读空间，德贤既是人物莫德贤的名字，同时也传递出人们在疲于奔命的战争时期的一种愿景。而紧致则是一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力求在制造和创作过程中保持谨慎以及承担责任。紧致的态度也同样贯穿影片的创作始终。编剧蓝小龙打磨德贤紧致剧本数年之久，不同于他以往编剧的战争题材电影聚焦历史上大规模的真实战役，该片以独特的微观视角切入战争的一隅，让一处藏在深山的小镇成为交锋的主场，书写一群老百姓坚守家园的勇气与热血。导演孔生曾在《父母爱情》《琅琊榜》《山海情》等高分剧集中展现出不同年代与人物的风貌。此番执导首部院线电影作品《德贤紧致》同样力求真实，带领制作团队在湖北宜昌搭建出了一座极具年代质感的歌止镇。这部视角独特、制作精良的电影《德贤紧致》将让观众在大荧幕上见证一个不一样的百姓抗日故事。看完肖战《德贤紧致》预告，我想说，这片拍出了战争片的良心。12月的银幕战火即将燃起，谁也没想到年末之际竟还藏着如此重磅的惊喜。虽上映影片数量不算庞大，但每一部都堪称精品。不仅有经典 IP 换新登场的动画巨制，更有一部令全网翘首以待的战争史诗之作《德贤紧致》正式宣布定档。起初只是在热搜上瞥见一部电影突然官宣定档，
毫无预热痕迹，直接宣布将于12月6日登陆院线。原本以为又是某部小成本作品，试图打个信息差突袭市场，点进详情一看才发现，这阵容简直是顶级配置。肖战领衔主演，孔生亲自指导，蓝小龙执笔剧本，正午阳光倾力打造。如今的电影宣发节奏竟然已经卷到这种程度了吗？短短15分钟内发布预告，开启预售，微博平台接连登上多个热搜话题，仅数小时票房便突破800万大关，热度之高令人啧舌。正午阳光这一次的操作堪称教科书级别。当天上午，德贤紧致官方微博毫无预警地放出一支17秒的短预告，画面中是黄沙漫天的宜昌小镇，村民手持由农具改造的武器，肖战满脸尘土握着铁锤伫立其中，一句胆大就上前拼划破风声，瞬间点燃观众情绪。不过最让人满怀期待的无疑是肖战在这部作品中的表现。回想2019年《陈情令》爆红之时，多少人评价他不过是靠外形吸粉的流量偶像，可这几年来，他凭借《藏海传》中隐忍深沉的谋士形象，以及《射雕英雄传》里憨直坚毅的郭靖一角，逐步扭转了外界看法。此次出演工匠莫德贤，彻底放下偶像包袱，栗色短发，粗麻布衣，双手布满长期劳作留下的厚茧。预告片中那一声嘶吼，我们能杀了他们，家人才能活，情感爆发极具冲击力。许多粉丝几乎认不出这是曾经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偶像。为贴近角色，他提前2个月进入钳工培训班，从锉刀打磨到电焊操作，全部亲自动手掌握技能。有一场戏需要撒辣椒粉驱敌，剧组现场磨碎50斤干椒，拍摄时烟雾弥漫，他被呛得连续打喷嚏，双眼红肿如桃，仍坚持完成所有镜头。老戏骨杨新明在后续采访中提到，这孩子拍戏时手被工具划伤，简单包扎后继续开工，全程没喊一声痛。正是这份拼劲，才让孔生导演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他。而肖战最明智的一点，便是精准锁定了这支黄金班底。正午阳光的铁三角组合孔生、蓝小龙、侯洪亮，早在15年前凭借《生死线》封神影坛。孔生执导战争题材的能力毋庸置疑，战长沙中霍建华与杨紫的哭戏至今仍是 B 站剪辑区的常客。至于蓝小龙，更是国剧史上的传奇编剧，《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无一不是时代经典。这次他们将视角聚焦于普通百姓，用辣椒粉设伏，逐次布阵对抗日军侵略，以草根抗战的独特切口，打破传统宏大叙事模式，带来耳目一新的观感体验。目前业内对本片票房预测不一，保守估计在5亿左右，也有观点大胆预测有望冲击15亿。但说实话，这样的数字并不算夸张，毕竟以这一阵容和制作水准，保底20亿起步才是合理预期。尤为精妙的是片名德贤仅致4个字，表面看取自主角姓名，实则蕴含深层寓意。肖战在接受采访时解释道，德贤是乱世之中最难实现的愿望，锦致则是匠人恪守的职业操守。短短8字，道尽了小人物在动荡年代里的挣扎与坚守。片中他亲手打造的弩箭刻上名字，呼应古代物勒功名的制度，制作者需对成品负责，细节之处尽显匠心。连孔生导演都坦言，这是我从业以来拍的最艰难的一部电影。最打动我的是预告中那句朴素却有力的台词，我们不是兵，但我们有家。细细想来，抗日战争中哪有那么多身披光环的英雄，更多是像莫德贤这样的普通人，为了护住屋檐下的孩子，哪怕拿起锄头也要奋起反抗。当下一幕充斥着飞天遁地的超级英雄，
突然出现一部讲述平民自发抗争的影片，反而显得格外真实而亲切。孔生曾表示，这部电影的目标是让观众看见不一样的战争。从目前释放的内容来看，他已然做到了。没有荒诞的手撕鬼子桥段，也没有空洞激昂的口号堆砌，只有一群村民依靠智慧与血肉之躯，与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这种扎根于土地的真实感，远比任何炫目特效更具震撼力量。12月6日上映那天，不妨带上父母甚至祖辈一同走进影院。他们总说我们这代人不懂战争的残酷，或许这部电影能让两代人之间多一次深入的对话。最后不得不说，肖战这一次的选择无比正确。从《陈情令》到《德贤锦志》，他用了整整5年时间证明，流量明星同样可以凭实力赢得尊重。正如电影中的那句台词所说，紧致的东西要经得住敲打。演员的成长之路又何尝不是如此？我坚信这部作品一经公映，必将引发观影热潮。